我醒来时，顾良辰正在给我喂药，被我下意识一躲，药汤洒了大半。他皱皱眉，拿起手巾按在我嘴上胡乱擦了擦，将药碗扔在手边的小几上。醒了就自己喝，还让爷伺候你。远山浩海般的俊颜近在眼前，我却无心欣赏，心中止于惊涛骇浪。我不是死了吗？还是自己抹了脖子，死得透透的？眼下是什么情况？我难以置信的在脸上掐了一把，疼。又拉着顾良辰的手捏了一下，被他狠狠挥开。没规矩。这熟悉的轻斥，看来不是做梦了。你说你自己走路也能跌进池子里，若非你姐姐，你此刻怕是已然见了阎王。我心中一颤，原来是重生在了我进宫的第3年，被我亲姐姐宋元推进了荷花池，几乎溺亡。幸好顾良辰路过，他才假意奋不顾身将我救起，也因此更得顾良辰的垂青。呵，我躲不过他的垫脚石，活着是，死了也是。他呢？听我语声凛然，不似往常柔弱温和，顾良辰似有些诧异，大约以为我是吓着了，倒也没当回事。他也在屋里躺着呢，还一直让我先来瞧你。你何时才能有你姐姐一般懂事？顾良辰还是一如既往，对我的嫌弃丝毫不加掩饰。我冷笑一声，那恐怕要叫殿下失望了，我做不到，也不想做。你还是快去瞧宋元吧，省得他哭了你又要怪我。前世我温顺恭谨规行矩步，结果到死也没得到顾良辰半分青睐，又何必再委曲求全？他被我对的一致，豁然起身，我就正要去，不用你在这阴阳怪气。说罢气呼呼的走了。我侧眸瞪着他背影，抬手狠狠摔了药碗。傻子，再给你10双眼睛也是白搭，有眼无珠。顾良辰钟情宋元，将一颗真心全给了个干净，最终却被宋元和自己胞弟顾萧联手暗害，双目失明，又丢了太子之位，一蹶不振。而我也被宋元嫁祸，被顾良辰误会，万念俱灰下引颈自尽，死之前还把1双眼珠给了他。当时的我爱得何其深重又卑微，像个悲伤的笑话。门帘起了又落，是顾良辰去而复返，语气仍不大好，记得把药喝了。说着就看见地上乱糟糟的汤药和碎瓷片，机不可察的叹了口气，吩咐宫女又去端了一碗药，走过来坐回到榻边亲手喂我。这是前世的他从未有过的温柔举动，可惜了，来得这样迟。人死过一次，总能看开许多，自然也能放下许多。比如我对顾良辰的心意，亦或是他的生死，于我而言都不再那么重要了。有幸重生，只求能安生的活下去，再不愿在这阴暗诡谲的皇城中泥足深陷。顾良辰，你放我出宫吧。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，他直勺的手一顿，不可能。父皇将你给了我，你此生都是我的人，即便你不想要。顾良辰挑挑眉，谁说我不想要了？我恨恨咬牙，差点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说的什么屁话，明明10几年来都从未正眼瞧过我的。我叫宋婉，和宋元是一对双生子，父亲是当朝礼部尚书，母亲是郑远侯的外甥女。母亲未出阁时同当今皇后是闺中密友，皇后诞下顾良辰时亦逢母亲有孕，两人便商定，若此胎得女，就只给顾良辰做媳妇。话虽这样说，但双方心里都明白，不过细语罢了。顾良辰身为嫡子，皇后母家又显赫，迟早是要入主东宫的，宋家着实高攀不上。可这世间偏有缘分天定这一说。第2年盛夏，久旱3月，民不聊生，皇帝都愁得寝食难安。哪料宋家这边刚婴儿新体，外面便落了雨，淅沥渐至瓢泼，一解大旱之苦。皇帝传了钦天监来推演八字，算得宋家之女正是母仪天下之贵命，命令星官严加保密后，立刻下旨将宋氏女侄给了顾良辰为妻，只待适龄之时完婚，对外却只说是全了皇后与宋夫人指腹为婚的佳话。这本是天大的皇恩，我家却发了愁。这一胎双叔定的是哪一个呀？皇帝得知后，只叫2个都给顾良辰留下，他中意哪个便封正妃，另一个做侧妃。3年前，皇后下旨将我和宋元传进了宫中教养。那不是我第一次见顾良辰，但心里还是紧张，一双手将斯帕宁的满是褶皱，只敢低眉偷看，全然做不到宋元那般落落大方，
对皇后恭敬有礼，与顾良辰谈笑风生。我自幼便是如此，总是被宋元的光芒所掩盖，只能怯懦地做一道黯然的影子。就连与顾良辰的姻缘，似乎都是沾了宋元的光。不同的是，宋元想要尊荣地位，而我只想要顾良辰。13岁皇家围猎场初见，顾良辰策马扬鞭，红色披风遮盖旭日，从我心上惊鸿而过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忍不住观察偷看，见他被毒蛇咬伤，甚至不顾自身的安危，用嘴将他小腿伤处的毒血一口口吸出，又咬牙背着神志涣散的他走了将近1个时辰，肩背腰腿酸痛到麻木，始终不敢停。后来顾良辰迷糊着喊渴，我才将他放在树下，跑去了不远处的小溪。当我捧着泉水返回时，宋元正蹲在顾良辰身边，捏着手帕给他擦汗。一群士兵围上来，手忙脚乱的要背他去医治。顾良辰却眯着眼瞧宋元，半晌后牵住他的手，将他一起带走了。远处人声鼎沸，我手中的水淅淅沥沥洒了个干净，如同我好不容易生出的勇气，被秋日的风轻轻一吹就散了。进宫后，皇后安排我和宋元住在顾良辰宫中，朝夕相对，我却从没提过当初那件事。不仅因为没法证明，更因为顾良辰喜欢宋元，我说了也无用。就这样，我独自怀揣着出狱的秘密，成了3人中多余的那一个。顾良辰眼中从来看不到我，只会对着宋元笑，就连相同的脸，他也只夸宋元好看。唯一一次长久的凝视着我，便是他被害后，认定了是我下的毒手，沉默着用无神的眼珠死死锁定我，眸中尽是冰冷的恨意。只那一眼，我便不想再解释了，直接拿剑抹了脖子。那是我一生中最后一瞬，也是我唯一勇敢的时刻。我突然后悔没有不顾一切说出初见的真相，又疯狂地想要就此忘记过往，所以我将眼睛换给了顾良辰，期许下一世再也不要见到他。可现下我又活了，眼睛也回来了，还在这听着顾良辰意味不明的话，和他大眼瞪小眼，真是让人抓狂。偏顾良辰还跟中了邪一般，又喂了我一勺药汤，低声嘟囔，我若真不想要，为何要冒死救你？我陡然一惊，不是宋元救的我吗？是他最先发现的你，但也吓得不知所措。师爷亲自下水救的你，你当时还攥着我衣裳叫我名字呢，怎么醒了就不认账了？顾良辰说着，竟还真有点小委屈，看上去不似作伪，犹如惊雷落在头顶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扒拉了他一把赶了出去。我必须要静静。很显然，因为我这匪夷所思的重生，前世的轨迹和状况发生了某些变化，相对的，日后的发展走向恐怕也难完全准确的预判。照方才顾良辰的态度来看，大概是不会放我走了。既如此，眼下我便只能想法保护他，也是保全我自己。我双脚一蹬，烦躁的在榻上翻了个身，心里憋屈又懊恼，实在不想管那个负心汉。外间的工人听见动静，立刻送了午膳进来。大概得了顾良辰的吩咐，明显是病号饭，清淡可口，花样却不少。吃饱喝足后，我屏退下人，独自去了花园，想寻寻是否有宋元暗害我的蛛丝马迹。为今之计，让顾良辰尽早认清宋元的真面目，提前警惕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我落水时应该惊动了不少人，池边脚印极杂乱，根本无法辨认。周围的草丛也被踩得乱七八糟，并无甚遗落的东西。起身时，宋元正带着人过来，看见我时，眼中的憎恨一闪而过，随即换上惯常的虚假关切。阿婉，你不在屋里休养出来做什么？说着，让众侍从等在原地，自己走了过来。我暗自咬牙，心中的恨意细细密密的翻涌上来。说到底，顾良辰只是愚钝的被他玩弄冤枉了我，但之前对我尚不算亏待，倒是他这谋害东宫构陷亲妹的蛇蝎女子，才是第一可恨的。有什么念头冒了出来，稍微缓解了我的激愤，让我不至于当场失态去扯住他头发扇他耳光。我缓慢上前2步，我只是落水，又不是失忆了，你何必还惺惺作态？宋元拧眉，似是很不习惯我这般态度，碍于众人在场不便发作，脸色却阴沉下来。是我推的，你又怎样？反正你也只能吃了这哑巴亏，日后长点记性，凭你也配染指我的东西？此次落水其实是宋元对我的警告，因为我借着顾良辰酒醉，
冒充宋元爬上了他的床，意图趁着酒后乱性生米煮成熟饭。其实我自己也很不明白，当时是如何冒出了那般不知廉耻的想法，如果非要说，大概是绝望时最后的孤注一掷罢了。可惜顾良辰即便醉得不省人事，也依旧推开了我，清醒后更是将我一顿臭骂。至于宋元，人前替我求情，然后就想要我的命，肖想顾良辰还得借着我的名，你也真够悲哀的。宋元眸中满是轻蔑，我瞥了一眼他身后渐行渐近的顾良辰，轻飘飘的开口，你当年不也顶了我的名吗？明明是我救的他，背的他，竟然是你。宋元惊得退后，被我一把攥住手腕，狠狠捏紧，这次我可不要再吃哑巴亏了，等下不准解释，否则我就把当年的真相告诉他。说着拉起宋元向荷花池走近几步，假装亲热的赏花，手下却暗暗用力，将他推进了池中。扑通一声，水花四溅，宋元尖叫着挣扎，上下浮沉呛了几口水，嘶声咳嗽，像极了当日落水的我，狼狈而无助。我冷眼看着，心中一阵痛快。正走过来的顾良辰见状，立刻呼喊着让侍从们下水救人，又命令婢女快速去寻太医。期间他侧手瞟了我一眼，似有淡淡的不满和责备，飞快隐去。我心下暗惊，只装作无觉，依旧焦急地盯着宋元，不敢再向他看一眼，怕被他洞悉。侍从们手脚麻利，很快就将宋元救了上来。顾良辰快步走过去，路过时低声斥了我一句，一紧张就会拧帕子，坏毛病。尾音飘散在空气中，被周遭的喧闹淹没。我蓦地一怔，低头看，手中的丝帕几乎被揉成了麻花。直到顾良辰抱着宋元离开，我才终于抓住心中那莫名的怪异之感。方才宋元落水，顾良辰竟没亲自跳下去救他。宋元大概没有告诉顾良辰落水的真相，一连几日都风平浪静。他果然没那个胆子，毕竟他心里明白，顾良辰对他的感情大半是起源于那场救命之恩。我出了口气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是真打算说出当年的事，从前是无法说，如今是不想说了。我对顾良辰早已没了期望，只是不想让宋元过得那般舒坦。前世曾受过的委屈耻辱，总要找回来些。晚饭时，顾良辰派人来传话，让我明日一早去探望宋元，话里话外透着对我冷心冷意的斥责。如今的宋元怕是见了我才会更不好吧，这次顾良辰可是疼错他了。我暗自好笑，真人挑了几样补品，还包上了入宫那日皇帝赏赐的云纹佩，去了北院。顾良辰正坐在榻边看侍女为宋元吃药，见我来也没说什么，起身让出了榻边的位置。宋元靠在榻上，弱柳扶风，病中亦有窈窕的风情在，实在让我自叹弗如。我紧步上前，偷掐了大腿一下，才挤出了2滴泪，让姐姐受苦了，都怪阿婉没用，当时没能拉住姐姐。同你有甚关系，是我自己大意，殿下还哄我说是那池子的错，让我滑了脚，要派人去填了那池子呢。我忍不住去了顾良辰一眼，可真够肉麻的。还有宋元，任何时候都不忘秀一下宠爱来刺激我，殿下可真是疼姐姐呢。若当年是我救的殿下就好了。我故意说的意犹未尽，宋元果然紧张起来，连抓着我的手都不自觉用力。握着把柄的感觉就是好，时不时拿捏一下，看对方恐惧又愤恨的样子，像极了笼中的困兽，有种游刃有余的满足感。我适可而止，从袖中掏出包好的玉佩，打开递给宋元，妹妹也无甚好东西，这是从前陛下赏的，我便借花献佛送给姐姐，希望能保姐姐平安。宋元接过，眸中难掩疑惑，显然不明白我突然的示好，转而又想起了什么，叫侍女去梳妆盒里取了一只芙蓉花样的黄金步摇，这是皇后娘娘赐下的，原本是一对，说是另一只等着我封妃时再赏。姐姐把这只赠予你，咱们姐妹就一人一只了。我拧着那只金步摇，心中忽而涌上了浓重的悲哀。明明是一对的东西，我却连一只也分不到，就像顾良辰的心，到死也未曾得到过一分。我不想承认这份酸涩，还是因为余情未了，便努力说服自己只是不甘和不忿罢了。正要出声拒绝，顾良辰却快了我一步，赏你的就是你的，自己留着便是，给他作甚？说完又递了我一眼，无甚好东西，意思是我亏待你了，跑来哭穷的。
话中几分戏谑，又隐隐夹杂着不耐，似乎有些生气。我看到宋元脸上一闪而过的幸灾乐祸，一股恼怒便顶了上来。殿下对我如何，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顾良辰皱眉起身，放肆，跟我出来。宋元还在后面假惺惺的求情，我懒得看他，翻了个白眼，便昂头跟了出去。大不了就赶我出宫，正合我意。屋外日头正好，明晃晃的打在我眼睛上，亮得刺眼。哎，这北院就连日光也比我的南院强。顾良辰在前走着，忽而驻步，我来不及反应，一头撞在了他后背上，只短短一处，亦可感知那人后背紧实喷薄的力量。他回身看我，日光在身后倾泻成流金的天幕，像极了猎场初见那日的惊鸿一瞥。如今已恍如隔世，我却依旧忍不住眼眶发红，心口刺刺的麻，连忙抬手按住。顾良辰就站在我身前1尺远的地方，却好似隔着千山万水。我也没说你什么，就这般委屈吗？他的语气无奈中带着些温柔，并无怒意，让我微微发怔，下意识的后退了2步。顾良辰见状也没多言，叫来侍从低声吩咐了几句，又转头交代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日后莫要多来你姐姐这。英姿挺拔的背影转过长廊，很快消失不见。我虽然见惯了这情景，心中却仍抑制不住发酸。我与顾良辰相识多年，从未并肩走过日出日落，甚至是一条长廊。半晌，我才对着空无一人的围墙叹了口气，走出了东宫。我今日特意上门去探望宋元，除了做样子，更重要的是想借由他的身份去会一会他的盟友三皇子顾萧。方才在他榻边借着说话赠礼之时，我便偷偷地摸走了踏脚的香囊，那是他亲手缝制的，边沿缀着珍珠，右下角绣着一枚小小的圆字。平日里常佩戴，见过的人很多，顾萧必然也见过。我将香囊系在腰间，轻提裙摆，步伐稳重，刻意模仿出宋元平日里的端庄贵气，不紧不慢地绕去了御花园。刚下朝1刻钟，顾萧去给皇帝请过安约莫，便是此时路过花园回寝殿，此处正是绝佳的偶遇之地。虽然不清楚他2人是从何时起勾结的，但前世顾良辰被害失明，正是在我落水后不久，要早做防备才是。一炷香时辰后，顾萧带着侍从醒了过来，远远看见我就想回避，见我急切的点头，他才停下脚步，四处看了看，吩咐侍从把风后快步走了过来。怎么在此处等我？万一被旁人看到，可如何是好？我面上假作凄惶，三皇子打算何时动手？昨日我妹妹不知发了什么疯，竟将我推进水池，险些要了我的命。说着又近前2步，还是早下手为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他为何推你？顾良辰没处置他，顾萧果然谨慎且多疑。我强压下心虚，胡乱往儿女情长上扯，能为何？还不是嫉妒我得宠呗。且容他再嚣张2天，顾良辰本就不喜他，到时我们把罪名推到他身上，看他怎么死。顾萧扯唇笑笑，眸中光影明灭，我就喜欢你心狠手辣，成大事者自该如此。我心中恶寒，机遇作呕，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论调，居然还值得骄傲？计划提前，具体怎么做我会联系你，还是老地方老办法，等我通知便是。我正欲继续打听，就看到远处顾萧的手下慌张的挥着手跑过来，花墙拐角处人影一闪，竟是顾良辰迈步而出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顾萧眸中一闪而过的慌乱被他很快压制住，笑着对顾良辰行礼。臣弟从父皇内出来，正要回去，恰好遇上宋大小姐，便同他聊了2句。说话间，顾良辰已到了近前，闻言稍显疑惑，显然是认出了我，却不明白顾萧为何会错认我为宋元。我心中大急，生怕他戳穿我的身份，立时上前2步，抓住他的手，轻身吻在了他唇角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让他闭嘴再说。掌心的大手猛地一紧，顾良辰瞬间反握住了我，还不自觉抿了抿唇，与我唇珠厮磨，微微的痒。直到耳侧传来一声轻笑，我才陡然回神，急忙退开。顾萧躬身告辞，有意无意的瞟了我一眼。顾良辰仍攥着我的手，话也说不利索，你为何突然如此？我一时大啖，只能硬着头皮瞎扯，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？此话似乎取悦到了顾良辰，他轻笑一声，索性牵住我往回走，算你还有点良心，就是方法太笨。我跟在他身后，
愣愣望着他宽厚的肩背和泛红的耳尖，心中一阵恍惚。这是我曾梦想过无数次的情景，执子之手相依相伴，可惜到死也没能实现。我没恨过顾良辰，他只是不爱我而已，算不上错，但愿还是有的。而今有此刻，我竟也能释怀了，似是长久的执念终于满足，再也不必挂怀。我不愿去追究他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变化，只想贪恋这短暂的美梦，镜花水月亦无妨。顾良辰就这样一路牵着我回了南苑，路上碰到来往的工人，我想抽回手却不得，只能借彼此宽大的衣袖遮挡着。直到他将那只芙蓉金步摇插在我发髻间，我才从铜镜中看到自己泛红的脸颊，再也隐藏不住。我特意去母后那里为你讨了这只步摇，还亲手为你戴上，这下不委屈了吧？我抬手摩挲着步摇，讷讷地问，你方才就是去？顾良辰点点头，眼眸含笑，在我头上轻抚了一把，好看。骤然的酸涩涌上鼻端，我有些眼热，忙慌张地垂下头。这是他第一次夸我好看，我心中欢喜，捏着那只黄金步摇来回的看，最后十分珍重地收进了木匣里。在我看来，这不是皇后的赏赐，而是顾良辰送我的礼物。到了下午，工人们又抬来了一箱子宝物，金玉瓷针、首饰东珠都有，说是太子吩咐他们捡好的送来。就因为我说了一句无甚好东西，也太夸张了吧。丝丝缕缕的甜蜜叫嚣着冒了出来，或许重生一世，有些东西终究能变得不同了。可顾良辰自送礼后却没再露面，似乎那日的宠溺只是一时兴起。我等得渐渐心凉，又觉极讽刺。前世我栽了那么大跟头命都丢了，竟还是学不了聪明。待几日后出了南苑，才知晓顾良辰出事了。他之前奉皇命追查一桩贪腐案，已经暗中掌握了实证，也上了密折，请旨突审严办，最后关头却走漏了风声，那些涉案官员一夜之间就将证据销毁了个干净。顾良辰扑了空不说，还被倒打一耙参了几本，皇帝当面斥责了他一番，又罚了半年俸禄，免了他监管6部之权，将其中3部交给了顾萧。顾萧此番陷害，不仅让顾良辰失了权失了圣心，更替他在朝中树敌无数，实在是狠毒至极。且他必然还有后招，绝不会就此放过连续打击顾良辰的机会。一念及此，我又想起了之前顾萧说的计划，提前等他通知，于是加紧留意起了宋元的动静。是夜，宋元乔装一番，鬼鬼祟祟的出了门，我来不及通知顾良辰，就匆匆跟了上去，全然不知一封匿名信已与我擦肩而过，交到了顾良辰手上。我跟着宋元走了2条街，行人越来越少，在转过一个街角后，他忽然没了踪影，只有顾萧斜倚着墙壁等我，笑意邪肆，满是幸灾乐祸的狠厉。我心中骤然一慌，很快明白过来自己上当了，慌不择路的转身就跑，却被身后赶来的顾良辰堵了个正着。窄巷、昏灯、幽会，此情此景，我真是百口莫辩。顾萧快步走过来，面露惶恐，臣弟与宋二小姐实属偶遇，还望皇兄明察。原来他初见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却故作不察，就是为了今日给我下套，陷害我来掩护宋元。我心中大急，呼吸不由得慌乱，张了张口，竟不知如何解释。顾良辰却摆摆手，面上显见不悦，三弟认错了，这是宋元，非闹着要我陪他出来逛夜市，结果走散跑到这来了。此言一出，我与顾萧俱是一愣，他皱了皱眉，不甘心就这么糊弄过去，请恕臣弟眼拙。宋婉左耳后有颗小痣，宋元没有。顾萧下意识反驳，明明是，他猛地住了口，牙关咬出一块凸起。明明什么？明明是宋元左耳后有颗痣才对。顾良辰故意说错，顾萧果然差点露出马脚，但他一向心思机敏，很快恢复如常，连声告歉，走之前还向我行了一礼，似笑非笑。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就算顾良辰嘴上不认，但我确实是宋婉，在场3人都心知肚明。猜疑的种子大概已经在顾良辰心里迅速生根发芽，极致回府，恐怕就遮天蔽日要将我吞噬了。我没有证据，贸然告发宋元，更像是穷途末路的狡辩，只会让我被罚得更重罢了。于是便只能沉默背了这口锅，好在没被抓到递送消息的现行，我的身份在这，顾良辰也不会真的把我弄死，最多就是扔在冷宫一般的废弃院子里，令人看死了，
自生自灭。后来我发现我对顾良辰的了解实在是差之千里，他并没发脾气，甚至还下车给我买了一串冰糖葫芦，吃吧，也算不白出府一场。顾良辰清俊的眉眼隐在角落，街灯的光影颠簸晃动在他瘦削的侧脸，瞳孔如星辰闪烁，映出几许温柔，还有隐约的凌厉。我心内忐忑无比，觑着他脸色，小心翼翼地咬了口山楂，立时酸的一张脸皱成了包子，眼泪都快飙出来了。顾良辰却很快笑了下，转过头低哼一声，这就是对你的惩罚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跑。他说话算话，回府后也没再发难，这般轻拿轻放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我想着他大约是顾及脸面，真要大张旗鼓地处置了我，不是给人看笑话吗？但顾萧和宋元却不会就这般轻易放过我。过了没2日，宋元就和府里嚷嚷，说皇后赐给他的那只黄金步摇丢失了，又说有人举证是我偷的，便带着人找上门，一言不发就开始搜屋。他手下人匆匆扫了2圈，便直奔衣橱而去，顺利翻出了藏在底层的黄金步摇。许多工人眼巴巴看着，还有证人在旁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当真是人赃俱获。我愣愣站着，也不解释，面上只故作惊慌，心中冷笑。宋元这次的法子可比上次很多了，若我真偷了皇后赏赐的东西，恐怕顾良辰也捂不住我。我冒充宋元去套顾萧的话，他必然明白我已经知晓了他们的勾当，这次便是想置我于死地了。闹出这样大的阵仗，自然惊动了顾良辰，他匆匆赶来，在窗外就听到宋元冷声斥责。我本以为是自己大意弄丢的，还想着要去向皇后娘娘请罪，你这般作为是想置我于死地吗？这顶帽子扣得着实有些重，顾良辰快步走过来，扯了我一把，装什么死呢？哑巴了？不是你做的也不知道辩驳几句，说完走到上首坐下，语声平淡，步摇不是宋婉偷的。宋元微怔，似是没料到顾良辰会替我说话，很快做痛心疾首状。我也不愿相信是阿婉所为，可是人证物证俱在，他实在抵赖不得。说罢又垂泪看着我，那日便看出你羡慕，跟姐姐说就是了，何苦要偷呢？还求殿下宽恕阿婉，先定死了我的罪名，再替我求情，当真是感天动地的姐妹情。顾良辰果然拧了眉，抬眸盯着宋元，宋婉自己也有，何必去偷你的？定是你弄错了。我低笑一声，施施然走到梳妆柜边上，弯腰从底层掏出那只木匣，里面赫然装着只一模一样的金步摇。姐姐的人真是不仔细，进门就直奔着衣橱去了。若是早搜到这个，也不会闹出这样的误会。我话间含沙射影，宋元立时面色大变，顾良辰目光已沉怒下来。到了此刻，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一场陷害了。顾良辰为了保宋元，狠狠惩处了所谓的人证，只轻斥了他2句，却也没送他回去，想来心中还是有气。我还未及得意，也被顾良辰骂了。他凝着我，眸色阴沉，你明明有步摇，却不早拿出来说明，就是想纵着他闹大了，让他打脸，也叫我生他的气势吗？我自知瞒不过去，索性认了，殿下英明，你拼着自己被诬陷，也要拉他下水，不怕完脱了吗？他语声沉厉，比训斥罪魁祸首还要更重些，我心中极委屈，眼眶不由发酸，出口的话也没了轻重。只要你少偏心一点就不会，可惜你的心就是黑白不分的长歪了。顾良辰抬手挥落了茶盏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我若真偏心，就不会去为你讨那只步摇，而今你却拿它来做饵，你们一个两个糟践的都是我的心意。他一字一句指责，全部化作了利剑，将我瞬间刺穿，似坠入冰水一般，从头凉到脚。是啊，那是顾良辰的心意，我分明极真实，却还是用作了争斗的刀，伤人又伤己。顾良辰叹了口气，起身行至门廊处又停下。这世上本就有许多不公不愤，皇家更是。我自幼见惯了各种明争暗斗，人心险恶，实在是看倦了。他的声音满是疲惫和无奈，我听得手指微拳，忍不住就要上前，他却径自离去了，只余一声叹息，轻轻消弭在午后的日光里。阿婉，至少你不要变成那样。寥寥几字轻若鸿毛，落在我心上却有千斤重，压得我难以喘息。我分明最不屑宋元玩弄人心，
却偏偏学了他的样。就算是要报仇，也该光明正大的揭穿他的恶事，而不是拿着顾良辰的心意去倾轧。我心中懊悔，有意想找他亲近解释两句，奈何却无机会。顾良辰似乎有意避开了我们，连宋元也是。东宫气氛紧张，嘴碎的奴才们乱嚼舌根，很快就将那日之事传进了皇后耳中。皇后也很是心焦，主动设宴想帮着说和一二，还特意邀了顾萧作陪。时隔多日再次见到顾良辰，我一肚子话又说不出半句，只会拧着手帕跟在他身侧，看他似乎瘦了些。他倒还和从前一样，面色清淡，眉眼带笑。宋元凑上去说话，他也耐心听着，偶尔玩笑两句。上台阶时还伸手扶了他一把，随即又转身牵了我一下。顾萧站在殿门前看得真切，扯着嗓子打趣：皇兄此等奇人之福，可真叫弟弟我羡慕啊。顾良辰笑着骂他，顾萧却不接话，只眯着一双眼打量我，眸光平和，看不出半分异样。越是这般就越诡异，我心中莫名发毛。上台阶时踩到了裙摆，一个踉跄。顾良辰伸手扶住我，起身间，顾萧已将我掉落的手帕捡起递了过来，挑眉一笑：宋二小姐可拿好了。我讪讪接过，抓着顾良辰袖口的指尖死死拧紧，被他安抚性的拍了两下。等下到了母后跟前，可别这般冒失，仔细挨骂。进殿落座时，我抢先坐到了顾良辰身侧。皇后有些不悦，见他点头，也只得作罢。宋元冠会装贤惠，面上大方地让了，眼中却隐隐怨毒。我顾不得这许多，只是专注的警惕范时。前世顾萧就是在一次宫宴上给顾良辰下毒的，查到最后只斩了几个内侍，还有被诬陷自尽的我。顾萧连根手指也没沾上。仔细检查过餐具后，内侍给顾良辰家的每样菜我都要抢来先是一口，酒和汤也是，活像个没见过世面的饿死鬼。皇后看得皱眉，又开始训我，好在菜已经全部试过了，我低着头听训，心情却安稳下来。顾良辰也觉莫名，将酒杯凑到唇边遮掩着说话：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没什么，就是我近日食量极大，像肚子里多了个人似的。噗！顾良辰一口酒喷了出来，你胡说什么？羞不羞？我这才后知后觉地反映出这话的奇异，不禁脸颊通红，慌张的拿手帕给他擦嘴，触到他微凉的唇角，又如烫到般躲开。顾良辰捏住我的手，扯下来按在膝头，兀自笑了笑，眉眼间似开出了花，满是春晖。我当时看着，未料那笑竟是最后的芳华。用完膳回到东宫，顾良辰突然毫无征兆的晕倒了，一个时辰后苏醒，双目却失明了。太医说是中毒，皇后悲怒交加，下令严查，很快就找出了元凶，正是我那块手帕，上面沾有剧毒。偏我自己一下没用，只给顾良辰擦过一次嘴。那手帕是我自己带出去的，除了掉落在地被顾萧捡起的那下，再没离过手。是顾萧，他选了最冒险也最有用的方法，让我不知不觉做了他的刀，亲手害了顾良辰。我又悔又恨，心脏撕扯着疼，被反扭着双臂按跪在顾良辰榻前，泪水打在地毯上，晕开下唇滴落的血珠。顾良辰睁着一双眼，安静地躺在榻上，冷无生气。直到皇后下令要处置我时，才冷冷开口：宋婉是我的人，我亲自安排。所有人皆静默地退了出去，空旷的寝宫内只余我悲戚的啜泣。顾良辰恍若未闻，连语声都平静的可怕。你还有何话说？我踉跄着起身，扑在他身上哭喊：我没有害你。良辰，你信我？可任我如何反复解释，他却始终毫无反应，大抵是不信的。心在沉默中一寸一寸痛到麻木，最终冰冷成伤。未料纵火一事，我竟还是要走向相同的结局。许久，我抬起袖子抹了把脸，颤巍的起身，拿过他的剑架在脖子上，小声叮咛：我把这双眼睛给你吧，以后可莫再有眼无珠了。说罢一狠心，万步发力，却纹丝未动。顾良辰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后，抬手握紧我手腕：不要！温热的气息伴着低沉语声冲进我耳窝：我信你。最终我是保住了一条命。顾良辰留着我在身边伺候，性情却大变，阴晴不定，话极少，经常摔盘子打碗，几乎每日都要换一批新的餐具，花瓶也是。说他是故意留下我折磨报复的，
可能更准确些。毕竟他不仅坏了眼睛，还即将失去太子之位。不过才几日，朝堂上已有一半大臣进谏，请皇帝改立储君，尤以另一位皇嫡子顾萧的呼声最高。皇帝虽有心护着顾良辰，却更要顾全大局，最后只得以2月为限，若他仍没有复明的希望，便摘去他太子之位，改封亲王。消息传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给顾良辰喂饭，闻言手一抖，半碗汤都洒在了他前襟上。顾良辰被烫了一下，扶着桌子站起，手又不慎碰落了碗筷，砸在地上一阵叮当作响。其实这些日子的响动，并非是他发脾气，而是他为了适应盲眼生活进行的尝试和学习。顾良辰确实是个极坚强勇敢的人，与太子之位无关，只是他骨子里的不屈服。或许他前世失明后一蹶不振，是因为没有我在旁陪伴。顾良辰听后瞪着眼反驳，有你陪伴我，大约死得更快，被烫死或者被气死。我抽抽鼻子，对着他做个鬼脸，做到一半又被打断了。不要以为我看不见就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昨天你洗坏了我的狼毫笔，藏在窗外的花盆里了，前天弄断了琉璃灯的坠子，偷偷用泥巴粘上了。我目瞪口呆，你还知道什么？顾良辰缓缓侧过头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我知道的远比你以为的更多。又是这般欲语还休的隐晦话语，我心中某种奇怪的感觉又冒了出来。他似乎藏着什么秘密，并且与我有关，就如同他的态度始终难以捉摸。顾良辰留下我，并未惩罚辱骂，却也不看顾。宋元每每来看他时，总会找着由头折磨我一阵，他只冷眼旁观，从不插手阻拦。可宋元真要打发了我，他却又不肯。吃喝喂药全由我照顾，他似是毫无戒心，可人前却从未同我讲过一句话。我思来想去想不明白，索性算了，只专心帮他驱毒治病。顾萧生性多疑，并不轻易相信顾良辰真瞎了。我就曾在窗外亲眼看到宋元拿匕首尖直直对着他胸口刺着，直到他一无所觉的接近至毫厘之间才收手。试探过几次后，逐渐放了心，宋元来的也少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亦不敢掉以轻心。太医给开了内服的方子，我从药材到器具通通仔细检视，亲自煎煮，还有外敷眼部的药包，按着医嘱1日6次，半夜里也数着时辰换药，丝毫不曾怠慢。有一次我实在困得顶不住，趴在榻边睡着了，梦中还记挂着换药的事，陡然惊醒，却见顾良辰披衣靠在软枕上，正垂眼凝着我，掌心还贴在我发顶，尚未移开。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，你能看见了？他收回手，缓缓移开眼光，淡淡一笑，你鼾声太大了，我能听到。说完又加了一句，不过这2日我确实能稍微看到些晃动的光影了。好消息很快传遍了皇宫，帝后亲临探望不胜欣喜，太医更是胸有成竹，直言顾良辰复明的希望极大，只是时间问题。顾萧也来探望，带了许多的珍贵药材和补品，说了些要他好好休养，必定能康复之类的违心话，面色却很是难看。顾良辰亦不甚热络，连个笑脸也无，没说几句就喊困，叫来了宋元，让他亲自送顾萧出去了。我拎起顾萧拿来的东西，一股脑扔了出去，回头又有些忧心，殿下这般喜形于色，是否有些太过明显了？我在病中没有好脸色也是正常，况且我仍是太子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顾良辰状似无意的一叹，除非他自己做了太子。我闻言一怔，忽而福至心灵，殿下这是要逼他出手。顾良辰翻个身面朝里躺下，瞎说什么胡话呢？赶紧去给我拿饭，饿死了。我连忙噤声，小跑着出门，却在半路被人打晕拖走了。醒来时手脚被捆，嘴巴也被塞着。宋元正蹲在旁边冷笑，既然醒了，就亲眼看着顾良辰死吧。顾萧竟这般迫不及待，前脚出门，后脚就要下手，难道方才已经在东宫安排好了后手？我疯狂挣扎着爬去阻拦宋元，被他狠狠一脚踹在胸口，疼得直抽泣。他拧着我下巴，咬牙切齿，想知道我为什么背叛他吗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想做皇后，可顾良辰不会选我做太子妃，所以我只能帮别人成为太子了。我从前也觉得十拿九稳，直到我亲眼看见他喂你吃药，他待我好满宫皆知，可他却从未这样对我。这世间的假意极好伪装，真心却最难隐藏。那刻起我便明白了，他中意的其实是你。
不过无所谓，我很快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了。至于你，我晚点就送你去见他，好让你们做一对黄泉夫妻。宋元说完再没停留，快步离去了。我顾不上回味他的话，只是拼命想挣脱绳子，在地上滚墙上蹭都不行，急得眼泪直流，心脏积郁跳出喉咙。忽闻背后一声响动，才发现墙上有个小孔，看过去赫然正是顾良辰的寝殿。那边宋元端着膳食进屋关门，一开口连声音都和我一样，殿下吃饭了，都是你喜欢的菜。顾良辰翻身坐起，眉头微皱，你怎么这么慢？我路上有些事耽搁了。宋元说着，从袖中掏出毒药倒进汤碗，搅匀后端起朝着他走过去，殿下先尝尝汤，新鲜得很。我急得用头撞墙，想发出点动静，却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勺子递到了顾良辰嘴边，被他抬手抓住。是吗？那阿元你先替我尝一口吧。宋元闻言暗惊，语声微微颤抖，殿下认错了。顾良辰接过他手中的碗，起身放回桌上，冲着门外拍了拍手，我鼻子还能用，闻得出他身上的味道。话音方落，一队侍卫推门而入，将宋元团团围住。太医快步走近，取出银针在碗中一试，目露惊切，殿下，是鹤顶红。顾良辰点点头，你去向父皇回话吧。说着一指门边的内侍，你也同去，先向父皇请旨控制住顾萧，说我很快带着人证物证过去。两人躬身告退，宋元面色灰败，委顿在地，死死盯着顾良辰，你是装瞎？顾良辰笑笑，眼中温柔乍现，宋婉若有你一半眼力，也不至于整日里自责了。你从何时开始防备我的？从初见时起，我知道是宋婉救的我，可你却刻意隐瞒，冒认了他的功劳，分明是有所图。那我便顺着你来，看看你究竟有何目的。顾良辰轻啜口茶，我最初以为你只是贪图地位，想着就给你也无不可。毕竟我少年登高位，危机四伏。宋婉生性纯良，若被推到风口浪尖，怕是凶多吉少。你替他挡挡，我给你尊荣，我俩也都算求人得人了。宋元闻言愣怔片刻，随即放声大笑，竟有眼泪喷溅而出，枉我自负风华，不料从头到尾只做了别人的挡箭牌。亏我害你前还曾有过内疚挣扎，不想你竟从无真心。那是因为你不配。我若给了你真心，那宋婉的真心该如何安置呢？就活该一辈子被你藏住暗无天日吗？顾良辰也冷了声，眼角竟微微泛红，这些我都可以放过你，但你不该对他动杀心。没人知道顾良辰那日从水中救起奄奄一息的宋婉时是怎样的心情，后悔、气愤、心疼糅杂在一起，也不及他惊恐的1/1000。宋婉曾冒死救过他，他一早就动了心，却自作聪明的以为远离才是保护，给了心上人许多委屈伤心。总想着有朝一日大局定下，他便可诉说衷肠与宋婉厮守一生。可宋元竟让他差点错失了此生的机会。他看着昏迷中的宋婉，几乎就要脱口而出真相，最终还是死死咬在喉间。从前的危险尚在暗处，如今宋元却近在咫尺。他不敢掉以轻心，只能继续坚持，直到完全铲除幕后黑手。他知晓宋元与顾萧勾结，早有防备，假意被陷害被斥责，好让顾萧放松警惕。晚宴时也是顺水推舟，假意中毒，与提前安排好的太医配合，装作双目失明。顾萧意在楚魏，见此立刻联动前朝，开始煽动改立楚军之事。父皇为他保留了最后的机会，他故意等到2月之期将近，顾萧抓心挠肝之际，放出有望复明的消息。顾萧果然急了，此次必定会直接下杀手，而他等的就是这个一击反杀的机会。只有弑兄夺位之罪，才够直击皇帝的痛处。天子为君，亦为父，推己及人，绝对容不下顾萧这样野心又冷血的人。宋元听完简直不寒而栗，顾良辰深不可测，远非顾萧能及，确实更可为君王，却终究不是好的爱人。他想起了还关在隔壁暗室里的宋婉，悠悠的开口，那你对宋婉又有几分真心？他于你而言何尝不是诱饵？顾良辰顿了顿，转头凝视着墙壁，一字一句说得郑重，我的真心就是护他年年岁岁。从前我做到了，今后亦然。这宫里的水再脏，我也绝不会让它沾湿半片衣角。困在暗室中的我听完前因后果，
早已泪流满面，隔着细孔与顾良辰对视，心头像是撒了把糖，又撒了把盐，甜蜜中混着疼痛，还有深重的幸福。那些我从不知晓的过往，顾良辰说的云淡风轻，可背后的隐忍与寂寞却山高水长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爱我。眼见着宋元被侍卫押走，顾良辰急急出了门，我才蹭着墙慢慢站起，打算在他进来时扑进他怀里撒娇。可实施起来却出现了极大的偏差，我忘了自己脚还被绑着，最后勉强只算是摔进了他怀里。顾良辰替我松了绑，轻柔地揉着手腕，让你受苦了，在大局未定之前，你在这里反而是最安全的。我点点头，拱进他怀里，为何不早告诉我？不说你爱我，不说我的爱再也不是无望。他笑着亲了亲我发顶，你哪里会演戏，知道了肯定露馅。比起被你误会，还是你的安危更为重要。我又有些想哭了，哼唧着开口，那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本想说重生的事，到了嘴边又变了。既然上天给了我们重来一回的圆满，又何必再让他知晓前世的悲惨结局？其实从前我每天都会悄悄跟在你身后，陪你从寝宫路过花园出门去上朝。顾良辰又将我搂得紧了些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总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忍住不回头。但是以后不必了，此生都不必了。永生余年，我们都会牵着手并肩走过。